好，这个影片要来讲怎么用 EF Core 来连线这个芒果 DB 哦。那这个也是越来越多人使用，所以我这边也来讲一下。那连线芒果 DB 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一样要安装一个套件啊。那基本上SQL Server 就安装 SQL Server，MySQL 就安装 MySQL。那芒果 DB 的话，当然也是安装这一个芒果 DB 哦，就是这一个。那我们就给它安装起来。那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安装 Tools 的这个工具了，因为 Tools 工具是用在关联式资料库，那芒果 DB 的它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功能，所以这边的话就没有自动产生工具了。那可能有，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找，所以这边的一些对应的 model 就要有点像 Codeforce 的方式，我们自己把它给建出来。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先新增了一个 models 的资料夹。好，那接着我已经在芒果 DB 那边建好了一个 news 的算是资料表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一样建立一个这个 news 的类别。那里面当然就是打上这个对应的栏位名称了。那第一个是这个芒果 DB 的一个算是组件的东西。那这边比较特别的跟其他不一样，为了要能够对应得了它的参数类型，所以我们这边要在上面加一个标签。那这也是在 Netcode 里面很常的一个用法，这以后会教。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照写把这两个东西摆在这个 ID 的头上。那芒果 DB 这边我就只建了两个栏位，就是 title 跟这一个内容。好，那这样子 news 的资料表我们就先把它建立起对应的这一个栏位。接着我们要连线这个芒果 DB 可能需要一些参数，那我为了让这些参数有强行别，所以我这边建立了一个等一下需要用到的参数的一个类别档。好，那里面要放什么参数呢？基本上我们这边会放3个可能会用到的参数。那第一个就是资料库连线自串，那这边的话算是每个资料库基本上都会需要连线自串。那第二个设定档是这一个你要连哪一个资料库的名称。那第3个就是你要连的资料表名称。那在芒果 DB 这边可能就会有很多资料表，所以你要把一些名称都给建出来。那这边我要读 news， 所以我这边先设定一个。好，存档了之后，我们就要来参数档这边写上一些我需要连线的参数资料那这边的话，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宣告的那3个项目。第一个就是芒果 DB 的这个连线自串，第二个就是我连线，我已经在芒果 DB 那边建好了一个 Web 的资料库，然后还有这个 News 的资料表。好，那这边都设定完了之后，我们一样要到这个 Program 这一个档案这边加入依赖注入。那但是这个依赖注入并不是跟之前的资料库 SQL Server 或MySQL那样是注入资料库连线，其实这边只是把我们的参数给做一个依赖注入，让我们等一下可以在我们 Control 的地方取得这一些参数。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写法就不一样。那这边其实就是把我们参数从参数档里面取出来之后，然后做一个注入的动作，并且前面有一个强行别，强行别就可以让我们在之后取得注入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智慧提示给它点出来。那这边注入完设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建我们的这个 API 的 controller。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新增一个 news 的 controller。好，那我们一样会在全域宣告一些东西我们会宣告的是我们要读的是这个 news 的资料表，所以我们宣告一个要用的资料表。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在建构子这边刚刚我们有注入了这个设定档，所以我们在建构子这边就可以取到了一个这个芒果 DB 相关的设定档。好，那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设定了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这边要把我们的芒果 DB 的连线给建立起来，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把连线字段丢进去，然后这一个就建立起一个芒果 DB 的物件。好，那接着的话
这边，那我要取哪一个资料库呢？所以这边这个参数就是 Web 哦，所以我这边的话会取到了一个 Web 的 database。好，那最后我要读这个 News 资料表里面的资料了。我这边你要读哪一个？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News 的宣告，然后这边就是你资料表的名字。那我这边会是 News。好，那所以说这样子我就可以取到了 News 的这一个资料表。好，所以这边的话这样子就设定好了。好，那设定好了之后，我们就基本上跟 SQL Server 或MySQL 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变化。毕竟这个不是关联式资料库，所以使用的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好，那一样我们会在这边，这个其实就只能取 News 的资料。要怎么把所有我们在芒果 DB 存在 News 资料表里面的东西给捞出来呢？这边有一个参数 A， 然后 true，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子就是把我所有 News 里面的资料全部捞出来，因为我所有资料都是 true， 我这边这个下法就是所有的笔数都是对的，所以所有的资料都会被捞出来。那最后我再把它to list， 那这边当然要返回一个 news。好，那这样子的话IDE 这边就已经没有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按下启动不侦错，来看看有没有把资料从我们的芒果 DB 给捞出来。有没有看到这边已经就把3笔我先在芒果 DB 建的3笔资料成功的捞出来了，所以代表说我们这一次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的针对芒果 DB 要怎么用 EF Core 去做连线的一个简单的设定。那未来如果你还想知道其他用法，可能就要靠你自己去做学习了。因为我毕竟没有在用芒果 DB， 所以一些相关的应用其实是不怎么熟悉的。那接下来各类的用法其实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如果你用芒果 DB 的话，可能在接下来我的一些细部的写法可能就会不一样，但是其实大方向是差不多的，但是细部的写法不一样的地方要怎么修改，可能就要靠你自己去学习了。好，那所以说今天这边算是，因为芒果 DB 也有人在问说怎么连线，所以我这边就算是简单起个头教一下，大概连线设定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